云南哀牢山，熟悉它的人甚至认为这就是现实版的云南虫谷，传说进去的人很难有生还的。云南哀牢山里究竟有什么？为什么那么多人都如此害怕？这里是知识 TNT。要想了解哀牢山到底是怎样的一副场景，咱们就要从以下几个方面来进行详细介绍。首先是哀牢山的地理位置和地貌特征。哀牢山坐落于云南省中部哀牢山脉中北段上部，地处云贵高原、横断山脉和青藏高原这三大地理区域的结合部，全长500公里。哀牢山不仅是云贵高原和横断山脉的分界线，同时也是沅江和阿莫江的分水岭，其西北东南的山体走向也构成了它独特的地貌特征。其次是哀牢山的气候与植被。在哀牢山，气候的垂直分布体现得格外明显，因为哀牢山的山体高大，一般海拔都在2000米以上，其中超过3000米的山峰有20多座，主峰海拔更是有3166米之高，所以在哀牢山上，从上至下，你能够依次发现南亚热带、中亚热带、北亚热带、暖温带以及温带气候的特征。气候上的垂直分布造就了哀牢山上的植被也具有明显的垂直分布特征。在海拔比较低的地方，植被类型主要是热带和亚热带常绿阔叶林，而在海拔比较高的地区则分布着高山针叶林和灌丛等植被。然后是哀牢山上的动植物资源。哀牢山在我国被称为是生物物种的基因库，之所以有这样一个称号，主要原因是因为这里保存了大量的珍稀濒危物种，比如说孟加拉虎、黑长臂猿、绿孔雀等等。与此同时，这里还是多种珍稀植物的家园，比如被称为植物活化石的梭罗树、国家1级保护植物伯乐树等。云南哀牢山流传着无数传说，其中最令人神往的就是宝藏。传说中，哀牢山曾经是土司的领地，土司在积累了大量财富后，为了避免这些财宝落到他人手中，于是就将这些财宝都藏在了哀牢山中。这一传说自然也是激励了众多的探险家和寻宝者前往山中冒险，不过真正从中发现财宝的却一个也没有。这些人在进入哀牢山之后，多半再也回不来了，更不用说什么财宝了。其次是诡异声音的传说。有传说声称，在哀牢山的深处经常会传出一些非常诡异的声音，比如说像是野兽的咆哮声、女人的哭声等等。这些声音在白天还不是很明显，一旦到了寂静的夜晚中，就会显得格外瘆人。另外，还有一些人声称，进入哀牢山后听到了超自然的声音，比如鬼魂的呼唤。上述的传说故事增加了哀牢山的神秘色彩，让人对其充满敬畏。这样的恐怖传说本已经够吓人了，然而哀牢山上发生的多起事故，更是让哀牢山成为了生人勿近的禁地。2001年11月，4名国家地质人员进入到哀牢山腹地，在他们踏入哀牢山的第2天后，就与外界失去了联系。尽管当地迅速组织起了搜救队伍，对这4名地质人员进行搜救，但是很不幸的是，经过多日搜寻之后，最终找到的只是他们的遗体。在哀牢山上发生的令人心痛的事故不止这一次，早在20多年前就有几个艺术系的师生前往哀牢山进行写生，其中有一个学生因为贪玩翻过了山体，前往山的另一边去看猴子，谁知在回来的途中因为迷路失去了方向，找到之后人已经去世了。云南哀牢山频频发生人员失踪事件，再加上当地的神秘传说，使得很长一段时间都无人敢靠近。然而人的好奇心是藏不住的，还是有无数人想知道哀牢山里究竟藏着什么。这个谜题直到近代科学越来越发达才逐渐有了眉目。首先，哀牢山内的天气情况非常恶劣，经常会有大雾、暴雨等恶劣天气，这样的环境大大降低了探险者的生存几率，再加上起伏很大的温度，很容易使人失温。曾经在哀牢山中丧命的4名地质人员，死亡原因就是失温。
其次，哀牢山的地理环境非常复杂。哀牢山的海拔一般在2000米以上，其中超过3000米的山峰就有20多座。与此同时，在哀牢山内气候垂直分布也很明显，从山路到山顶能够从南亚热带直接跨越到温带气候。这种复杂的地理环境以及气候环境给探险者带来了极大的挑战，更别说缺乏经验的普通游客了，很容易在里面发生意外。另外，从哀牢山自身的复杂路况来看，在哀牢山这座原始森林当中，它的植被茂密，树木高大，因此当人身处其中时，视线就会受阻，很容易迷路。再加上哀牢山内时常发生大雾，一不留神就可能会掉入沟壑之中，给探险者和游客造成了极大的威胁。除此之外，一些人可能缺乏足够的准备和经验，又或者没有遵守相关的安全规定，这样的行为也可能会导致悲剧的发生。因此在这里也奉劝在座的各位，出门旅游和探险前应当做好充分的安全准备，遵守相关规定和注意事项，以此确保人身安全。知识 TNT， 专注你不知道的食物科普，我们下期再见。